城市被极寒瞬间覆盖，街道上行人冻僵，车辆熄火。病毒在低温下突变，死者站起体表附着一层冰壳，行动迟缓却坚硬无比。潞州家地下车库，一辆哑光白重型装甲卡车静静停着。潞州按下掌心菱形冰蓝钥匙，冰霜反应堆启动，车身底部发出低频轰鸣，四周暴雪被强行吸入底盘，化为淡蓝色等离子光流。潞州拉着妻子苏晴、妹妹陆瑶、少年陈也冲进驾驶舱，外面全是怪物，他们怕冰，而我们吃冰长大。车头破冰刃展开，凛冬号撞开卷帘门，冲上街道，冰壳丧尸扑来，被履带直接碾成碎冰。哥，他们追不上。天气越冷，这车力气越大，坐稳了，我们出城。凛冬号破开冰封楼群，驶向无尽暴雪。凛冬号驶上冰封高速，潞州按下中控红色按钮，车厢内壁展开，空间折叠展开，内部出现恒温客厅、水培温室、仓库、影院，蔬菜在 LED 灯下生长，草莓鲜红。这还是卡车吗？空间折叠技术，外面是末日，里面是家园。几只冰壳丧尸爬上高速护栏，潞州随手按防御键，车身一圈淡蓝冷气旋展开，丧尸靠近瞬间冻僵坠落。有吃的，有暖的，我们能活下去。这只是开始。隧道被厚冰封死，数十辆幸存者车辆堵死路口，丧尸围猎。潞州看着雷达，过不去的，冰太厚了。开启冰线模式，车头合金刀刃弹出，底盘疯狂吸冰。凛冬号如一把白色巨人，硬生生切开数米厚冰层，冰雪被瞬间转化为动力，车身蓝光暴涨，车辆冰墙废墟一路横冲直撞。陈也大叫道：“太狂了！障碍只是燃料罢了。”大规模丧尸潮堵死桥面，普通子弹打在冰壳上只留白点，根本打不穿。冰粉放射炮充能，车头炮口喷出白雾，撞覆196摄氏度冰晶粉末，丧尸瞬间通体发白，脆如玻璃。陈也一钢管敲击，丧尸碎成漫天冰渣。我靠，碎了！他们以为冰是铠甲，在我这儿冰是死刑。凛冬号停靠冰封军事哨所，陆遥用气象仪分析数据。哥，气温还在跌，这不正常。暗处爬出冰壳丧尸扑向苏晴，潞州瞬间按下护盾，淡蓝色气旋包裹车身，子弹与丧尸同时冻结坠落。他们救下冻僵的退役士兵老韩。有一伙掠夺者抢物资杀人。潞州望着远方风雪，眼神变冷。路边一群幸存者哭喊求助，苏晴心软。潞州，给他们一点菜吧。潞州同意打开仓库，幸存者突然掏出刀冲向凛冬号。贪心是会冻僵的。他按下局部低温键，掠夺者手臂瞬间结冰，武器落地碎裂，众人吓得逃窜。苏晴沉默道：“我错了，善良可以，但必须有獠牙。”深夜雪原扎营，数十名掠夺者攀爬凛冬号。潞州睡眼睁开说：“不知死活。”车身全遇冷风启动，攀爬者瞬间冻僵，跌落雪地。战斗中，潞州发现一只丧尸冰甲击后，普通冰粉要冻2次。他们在进化，抗寒体质，干粮受潮发霉，温室蔬菜未成熟。陈也饿得发慌。潞州打开反应堆余热接口，连接车内食品加工仓。冰封城市里的冻肉，面粉被加热加工，热气弥漫。没有燃料，没有电，没关系，冰能给你一切。凛冬号驶入市中心废墟，寻找强化零件。一只进阶冰甲丧尸冲出，防御远超普通个体。打不动，这怪物太厚了。潞州战术配合掀开护盾限制行动，在冰粉炮全覆盖，丧尸彻底脆化粉碎。凛冬号安装新零件，武器精度大幅提升，升级才是活下去的理由。气温跌破-100摄氏度，冰伤反应堆动力暴涨，车身通体淡蓝。潞州召集所有人，我定3条法则：第一，凛冬号在我们就在；第二，不主动害人，但绝不手软；第三，越冷我们越强。远方地平线大量装甲车队浓烟滚滚，荒原掠夺者主力正式出现。潞州冷笑了一声：“好戏才刚开始，盟友。”赵铁山咬着烟，眼神凶狠。那辆卡车我要定了。掠夺者车队子弹噼里啪啦打在脸后面，潞州启动，绝对子弹进入瞬间冻结坠落。赵铁山暴怒地喊道：“给我炸，把那鬼东西炸开！”潞州瞄准敌方油路，你们烧燃油，我们吃冰雪，这就是差距。冰粉放射炮-196摄氏度冰晶瞬间覆盖车队，敌方引擎冻结，熄火战车全部瘫痪，车不动了，油路冻住了。凛冬号碾过废车，这才只是开始。凛冬号停靠加油站，潞州老韩下车侦查。地下暖气部落据点，锅炉轰鸣，幸存者像奴隶一样搬运物资。小女孩缩在角落，潞州攥紧拳头。车内，陆遥哭求道：“哥，我们救他们。”潞州摇了摇头：“救几个人会让全车人陪葬。”苏晴轻声说道：“但我们有凛冬号，我们不一样。”潞州沉默片刻：“再等等，等我们有绝对胜算。”赵铁山在监控里冷笑：“心软就是你们的死穴。”履带战车冲出，暖气部落底牌，重型装甲战车，特写火箭弹出膛。小心是穿甲弹。护盾震动，裂纹出现，护盾扛不住，连续轰击。潞州猛推操纵杆，冰伤过载模式，暴雪被疯狂吸入反应堆，车身爆发出蓝光。凛冬号高铁山逃跑失害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清扫战场，雪地中一只丧尸狂舞，冰层厚达10厘米，通体幽蓝。
陈野开枪子弹打中，他惊呼道：“丧尸毛峰，速度远超普通丧尸！”陆周拉走陈野，是进化体冰甲丧尸。陆周启动双模式，陆盾限制持续喷射，丧尸全身冻结脆骨，一碰碎成冰渣。陆周脸色凝重，他们在适应极寒，再进化下去，冰粉也要失效。远处更多冰甲影子晃动。凛冬号水培温室里青菜嫩绿生长，外部掠夺者残部偷偷靠近，试图撬开折叠舱门。苏晴发现了警报，有人入侵后舱。陆周启动防御，车身弹出低温刺针，入侵者冻僵惨叫，跌落雪地。陆周检查舱体，温室和反应堆是命门，以后24小时警戒。陆遥抚摸着植物，他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温室的灯光温柔的亮起，赵铁山用人质挡在身前。陆周下车交车，不然我点火。近景中人质哭喊，小女孩瑟瑟发抖。陆周举手示意投降，我过来，别伤害他们。陆周缓步走近，把钥匙扔过来。陆周突然抬手说道：“晚了！”冰粉瞬间喷出，燃油引线，打火机全部冻结。赵铁山僵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不可能！”幸存者们跪地感谢。新增幸存者吵闹：“凭什么你们住里面，我们受冻？温室菜应该全拿出来分。”陆周当众打开仓库，物资整齐排列，随后带他们看反应堆。凛冬号不是神，冰能要用来防御，攻满战斗，浪费一度，我们就离冻死近一步。老韩站出：“周哥救了你们，不是欠你们。”苏晴分发蔬菜。我们共享生存，不共享愚蠢。结尾处闹事者低头沉默，远景中天地震动，冰甲丧尸朝黑，压压一片涌来，数量上千，雷达屏全红。周哥，全是丧尸！陆周咬牙，冰伤最大功率，释放极低温立场。特效显示大范围冷气扩散，前排丧尸瞬间冻结成冰雕。凛冬号冲撞开路，车身碾压冰尸，咔嚓碎裂。苏晴扶住摇晃的车身，我们能冲出去。陆周紧盯前方，必须冲出去。结尾处，尸潮无边无际，雷达突然响，一段加密信号疯狂闪烁。老韩破解，是极北黑冰科研基地。屏幕文字：冰伤反应堆升级，0号核心抗冰甲专用武器。陆周眼神坚定，去北方只有升级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凛冬号转向，驶向极北。极寒不是末日，不知道为何而战才是。冰原地面隆起，巨大阴影缓缓升起。冰巨人第3阶段，能源心脏。地面轰然裂开，巨型阴影破土而出，冰层如山，一掌拍向地面。陆周瞳孔收缩，那不是丧尸，是冰巨人。陈野惊叫，他比楼还高。陆周猛打方向盘，护盾全开，别被正面击中。冰巨人一掌砸下，冲击波掀飞凛冬号，车内翻滚物品散落。苏晴护住陆遥，老韩死死抓住扶手，陆周稳住车身。现在的武器伤不了他。雷达信号再次闪烁，周哥，基地信号在加速靠近。雪原回荡震耳欲聋的冰裂巨响，红灯狂闪，能量不足无法对抗高阶变异体。陆周敲击控制台，初级反应堆功率上限到了。陆遥声音颤抖：“哥，我们打不过那个怪物。”陆周神色坚定：“所以我们必须升级，0号核心是唯一答案。”苏晴查看损伤，车身左侧装甲裂了17厘米，再挨一下会破防。我来守外部，争取修复时间。陆周点头，全速北上黑冰科研基地，现在就出发。凛冬号在雪原狂奔，冰巨人在远方缓缓追击。路边一群难民蜷缩在冰洞里，老人、孩子、妇女全部冻得发紫。哥，停一下吧，他们快死了。陆周沉默，我们不能停，冰巨人随时追来。难民哭喊，求求你们，给点热水，给口菜。苏晴看向陆周，我们有温室，有空间折叠舱。陆周咬牙，可以给物资，不能带人。凛冬号一旦过载，谁都活不了。陆遥含泪发放蔬菜与热水。你们快往南边去，那里有废弃避难所。部分难民眼神变得贪婪，盯着凛冬号露出恶意。车内陈也不满，周哥，我们明明能救，为什么不救？陆周带他来到反应堆，每多一个人供暖，氧气、食物都会被稀释。一旦反应堆负荷超载，凛冬号会变成冰棺。它不是冷血，是不能拿全车人的命赌。可是看着他们冻死，我受不了。陆周声音低沉，等我们拿到0号核心，等凛冬号足够强，我会救所有能救的人，但现在不行。远处冰吼再次响起，团队暂时沉默，裂痕暗藏，冰封高速桥断裂，万丈冰谷在下。过不去了，绕路要多走1天。不绕，冰切模式最大功率。车头破冰刃展开，暴雪疯狂吸入反应堆，蓝光暴涨。凛冬号冲上断桥，悬空飞跃。陆周嘶吼道：“抓稳！”凛冬号重重落在对面，车身震晃，稳稳落地。科研基地轮廓出现，远方黑色金属塔刺破冰天，铁门紧闭，布满冰纹。陆周拿出前科研所员工卡，识别成功，陆周高级机械工程师。大门缓缓打开，寒气喷涌而出。老韩举枪说道：“我先探路，小心内部防御系统，还有进化丧尸。”苏晴检查医疗包，里面温度更低，注意低温冻伤。基地内部漆黑一片，远处传来机械转动的声音。地下核心室巨大玻璃舱中悬浮着蓝色晶体0号核心。陆周震撼地看着这一幕，这就是冰伤反应堆的终极心脏。
屏幕自动亮起，播放陆州父亲的录音。当极寒降临，只有0号核心能让凛冬号完全觉醒。它不是武器，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陆州眼眶发红，轻唤了一声，爸苏晴轻拍他肩膀。我们完成你没做完的事。陆州伸手触碰核心，核心发出蓝光，融入掌心，警报狂响，电子音发出警报，高阶变异体接近，地面震动，冰巨人一掌击穿基地屋顶，碎石冰碴倾泻而下。他追到所有人撤回凛冬号，准备安装0号核心。冰巨人手臂横扫，大楼半，他要毁了基地，陆州狂奔，核心必须装上。冰巨人盯住你，充满毁灭欲。凛冬号核心舱，陆州亲手将0号核心插入反应堆槽位，全舱蓝光爆炸，电子音提示冰伤反应堆完全体启动，车身全面升级，装甲加厚炮管整备，互动作。今天让他知道谁才是兄弟。冰巨人，陆州按下蓝字激光，冰巨人全身冻结，从内部开始碎崩裂，冰巨人轰然碎裂，变成漫天冰渣，消散在雪原。车内全员欢呼，陈也跳起来，路遥哭着笑出来。陆州看向反应堆，0号核心平稳发光，我们成功了。陆州点头。凛冬号真正觉醒了，雷达屏幕全球信号闪烁，无数幸存者信号亮起。0号核心是能源心脏，而我们是文明的心脏。凛冬号矗立雪面，车身蓝光冲天，成为极寒世界最亮的灯塔。第4阶段，文明的余晖地下深处，星际源组织屏幕亮起，目标凛冬号清除。远景，冰原高空，隐秘无人机掠过，监视凛冬号。地下基地星际源组织，黑袍首领盯着屏幕。陆州0号核心必须回收。驾驶舱雷达异常，有东西在盯着我们。不是丧尸，是人。暖气部落只是小角色，真正的幕后出现了。屏幕上出现字幕：星际源，凛冬号开启全隐蔽模式，从现在起进入战争状态。结尾全球信号被组织逐步切断。中景0号核心全力运转，凛冬号向外释放恒温区域。我要把凛冬号变成全球供暖中枢，这样无数人能活下来。周哥，我们真的能拯救世界？不是拯救世界，是重建世界。我负责建立防御圈，我负责扩大温室，养活更多人。结尾凛冬号化身灯塔，恒温圈在冰原上扩散。中景被救的幸存者中，一人偷偷发送信号：首领，凛冬号位置确认，请求清楚。陈野撞见这一幕，大声喝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叛徒扑向陈野，却被老韩一脚制服。陆州看着叛徒开始审问：安全失误，他们制造了极寒，你们只是棋子。结尾星际源部队出动，履带战车、冰化战士全军出击。中景陆州改造信号塔，老周留下的技术能连通全球幸存者。屏幕亮起，无数信号点亮。收到，这里是欧洲亚洲幸存者联盟就位，我们看到了凛冬号的光。人类没有灭亡。星际源首领暴怒：给我毁掉它，立刻！结尾全球联军集结，以凛冬号为中心，远景之中，冰川之下，星际源地下组基地缓缓浮现。极寒源头就在下面。他们用气候武器冻结了地球，里面全是被控制的改造人。最终战就在这里。凛冬号开到冰川边缘，0号核心光芒暴涨，基地大门开启，无数冰化战士涌出。屏幕上，星际源首领正在发表演讲：弱者不配生存，极寒是进化。你们不是进化，是屠杀。冰伤反应堆是我的，0号核心是我的。首领启动终极程序，全球气温将降至零下200度。陆州坚决地说道：休想！凛冬号亲自冰川开始崩塌，陆州按下变形按钮，凛冬号最终形态启动，特效显示车身解体重组，光卡车变为巨型，最终化为供暖中枢，全车蓝光冲天，系统语音响起，冰伤反应堆超限模式起。苏晴看着眼前景象，感叹道：太壮观了！今天我们结束这场末日。变形完成，车头展开巨炮，车身展开恒温领域。星际源首领震惊不已：不可能，这不是人类的科技！凛冬号巍然屹立于冰川之巅，陆州瞄准基地核心，极寒激光充满500人之外，0号核心全力输出，陆州嘶吼着，冰山烟雾发射，击穿星际源基地内部发生剧烈爆炸，气候武器被毁，冰化战士全部停止行动，首领被困废墟，极寒开始减弱。陆州找到极寒源头装置，巨大的机械核心仍在运转，首领被困废墟，仍在嘶吼。你毁了它，地球会陷入混乱。我不是毁了它，是封印它。陆州将0号核心与装置对接，用冰伤能量反向运转，封印极寒源头，全球气温缓慢回升。成功了，极寒在退去，灾难结束了。一道无形的脉冲波激荡而出，穿透冰川，直刺苍穹，消失在星河深处。遥远的星系中，一艘巨大的环形战舰内部，全息屏幕突然亮起。地球方向
0号核心信号终于出现了，启动基因舰队。陆舟擦去汗水，看向苏秦。结束了极寒被封印。在极寒的尽头，人类用智慧封印了灾难的源头。然而那一道射向深空的脉冲，却如同黑暗森林中的一声枪响，唤醒了沉睡于星辰之间的古老凝视。凛冬号的胜利究竟是人类文明的曙光，还是另一场浩劫的序曲？在这片白色的寂静中，无人知晓。远方的星空已经睁开了眼睛。下一集解冻时代春天来临，但星空深处，一双眼睛已然睁开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向大地，冰川开始融化。幸存者走出避难所，流泪，拥抱欢呼。凛冬号停在新生的土地上，温室植物向外蔓延，绿色在冰原上复苏。陆舟、苏秦、路遥、陈野、老韩站在车头望向新世界。凛冬结束了，我们用科技守住了文明，用善良守住了人性。陆舟点燃一支烟，看向远方。冰雪曾是末日，如今是我们的力量。城市重建，农田复苏，孩子欢笑。陆舟独自仰望星空，一颗流星划过，轨迹异常笔直。陆舟眉头微皱，那颗星好像越来越亮。最后镜头，凛冬号标志下方新增小字：人活着是为了活得像个人。千年后，地球绿意盎然，一群孩子围着一棵古银杏树，听老人讲故事。从前有一辆车叫凛冬号。镜头拉远，银杏叶飘落，阳光穿透云层。忽然，一个孩子指向天空：爷爷，那颗红色的星星上也有银杏树吗？老人抬头望向火星，那里隐约可见一个蓝色光点，与当年北极冰层下的光芒一模一样。老人微笑：也许吧，也许那里也有另一辆凛冬号。镜头穿过大气层飞向火星，火星表面一座巨大的城市矗立，其核心正是凛冬号的轮廓，而城市中心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正舒展枝叶。当春风再次吹拂大地，人类以为噩梦已经远去，然而在那片曾经被冰封的极北之地，一丝蓝光依旧脉动，仿佛在向宇宙传递着信息。而在遥远的红色星球上，新的传奇或许正在悄然酝酿。凛冬号的故事从未结束，人类文明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下一集，天外来客，星空之外，不速之客即将降临。极光异变，绿色光晕中撕裂开一道黑色裂缝。陆舟抬头，那不是极光，是飞船。直径3公里的环形母舰，表面流淌着冰蓝色基因液体。驾驶舱警报狂响，雷达无法锁定，这玩意儿不是地球科技。苏秦指着屏幕，他们在投放东西，像陨石。数十颗基因舱坠入冰原，砸出巨坑，每个坑中都站起10米高的巨人。暴力巨人皮肤覆盖外星基因铠甲，双眼血红，一拳砸碎冰丘。陆舟握紧方向盘，新纪元刚灭，又来外星客人，凛冬号准备战斗。在北极的夜空，极光向来是静谧而神秘的舞者，然而今天他们却撕裂出一道黑色的伤痕，那是来自星辰深处的战舰，如同远古神话中降临的巨手。当基因巨人踏碎冰原，陆舟知道凛冬号的炮口将第一次对准星空之外的敌人。这场生存之战不再只是地球内部的角逐，而是2个文明之间的碰撞。下一集基因巨人，他们以地球的低温为食，越冷越强。暴力巨人行军，每一步踏碎冰层，朝凛冬号方向推进。路遥分析数据，他们的基因结构在吸收地球低温进化。陈野，越冷越强，那不是和我们一样？不一样，我们靠科技，他们靠吞噬。巨人发现凛冬号，发出一声震天咆哮，冲刺而来。陆舟启动冰粉炮，负196摄氏度冰晶喷涌，巨人胸口结冰，但基因铠甲冰层碎裂，铠甲自动修复。陆舟瞳孔收缩，冰粉无效。巨人的脚步每一步都在冰原上留下深坑，他们的基因铠甲如同活着的盔甲，在极寒中汲取力量。陆舟的冰粉炮第一次失效了，不是武器不够强，而是敌人来自另一个进化体系。凛冬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下一集，父亲的遗稿，尘封多年的笔记藏着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张祥前，那个1985年就被外星人带走的地球人。孩子，如果你看到这个文件，说明凛冬号遇到了无法用常规武器战胜的敌人。张祥前从外星带回了统一场论的核心，变化的电磁场可以产生引力场。当引力场与质量场相互抵消，物体的质量可以变为0。质量为0，惯性为0，那就可以瞬间移动，任何距离都不需要时间。0号核心的本质是超高密度电磁场发生装置，它不仅能制造极寒，更能震荡出引力场。陆舟、凛冬号真正的力量从未被激活。爸，我懂了。在寂静的深夜，陆舟翻开了父亲留下的加密文件。张祥前，那个1985年被外星人带走的地球人，竟留下了统一场论的手稿。变化的电磁场可以产生引力场，引力场可以抵消质量。当质量归0，物体便能瞬移。这是科幻，还是物理学终极答案？陆舟的手颤抖着按下了启动键。下一集，质量归0，凛冬号即将成为幻影。这是天书。我读过张祥前的资料，他说物体质量变为0时，
会立刻被宇宙暗能量推着走，速度无限大。无限大，那岂不是想去哪就去哪？不止质量为零时，任何攻击都会穿透我们，因为我们和物质世界不再相互作用。无敌了。理论上是，但0号核心从未在这种模式下运行过。一旦失控，凛冬号可能永远消失在时空里。但比起被巨人砸成铁笔，我选消失。当0号核心开始高频震荡，凛冬号的车身泛起从未有过的金色光芒，质量计上的数字飞速下降，50%、30%、10%、0.00%。那一刻，凛冬号不再是一辆卡车，而是一个脱离了物理世界的幽灵。巨人的铁拳穿车身而过，却什么也没碰到。陆舟终于明白，父亲留给他的是一艘可以穿越星辰的方舟。下一集引力震荡，我们飘起来了。冰蓝光芒变成金色，电磁场开始高频震荡，车内所有人悬浮起来。我飘了，我真的飘了。质量读数正在下降，50%、30%、10%。距离只剩1公里，铁拳即将落下。陆舟紧盯屏幕，再快一点，5%、1%、0.1%。指针颤抖着触底，0.00%。瞬间世界安静了。巨人的铁拳穿过凛冬号，像穿过幻影。他们打不到我们了。车内所有人悬浮在半空，如同失重的水母。车外巨人们疯狂地挥舞双臂，却只能打中空气。陆舟尝试着用意念控制方向，瞬间凛冬号出现在10公里外的冰山上。念头即达，瞬移千里。这一刻，猎手与猎物的身份彻底交换。下一集，电磁炮觉醒。深夜，凛冬号悬浮在半空，陆舟调整武器系统。质量为0时，电磁炮也会发生质变。炮弹不需要加速时间，发射即命中。因为炮弹也质量为0。陆舟点了点头，说对。任何物体只要在凛冬号的电磁场范围内，都可以临时被赋予零质量状态。那炮弹飞出去也是瞬移。瞬移炮弹不是距离，不是防御，因为击中你的那一刻，你根本无法反应。这才是真正的审判。陆舟瞄准5公里外的冰崖，说示一发。零质量状态下的电磁炮发生了质的飞跃，炮弹不再需要加速时间。扣下扳机的瞬间，目标已然炸裂。5公里外的冰崖在无声中轰然崩塌，这是真正的审判，无视距离，无视防御，无视时间。凛冬号的复仇从这一刻开始。下一集，巨人围猎，5只巨人包围凛冬号，却不知道自己围住了死神。远景5只暴力巨人包围凛冬号，形成合围之势，距离只剩2公里。他们又来了，这次包围圈更紧。陆舟冷笑说：“让他们围。”随后启动引力震荡，金色光芒笼罩车身，巨人加速冲刺，铁拳即将砸下。瞬移，巨人身后的10米。凛冬号瞬间消失，出现在一只巨人的背后，炮口对准后脑。陆舟扣下扳机说：“再见。”5只基因巨人呈完美的包围圈向凛冬号逼近，他们以为胜券在握，却不知陆舟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阵型。当凛冬号在铁拳间瞬移穿梭，当金色光芒在巨人背后闪现，他们终于明白，被围猎的从来不是凛冬号，而是他们自己。下一集，一炮一只，30秒5只巨人全灭。你的基因进化能进化出预判吗？凛冬号如同穿梭于巨人群中的幽灵，每一次现身，炮口都对准一只巨人的脑袋、后脑、眼睛、心脏。30秒内5只巨人轰然倒地。基因进化的傲慢，在统一场论面前碎成一地冰渣。凛冬号悬浮在冰原上空，金色的光芒像极了神话里的战车。下一集，母舰湮灭，逃我还没付运费呢。母舰要逃，逃我还没付运费呢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给他们送一份回礼。凛冬号目标外星母舰，瞬移。地球虽冷，但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。这趟旅途的终点站，地狱。我们刚才是去太空溜达了一圈，不是溜达，是送货。当外星母舰试图逃离地球时，陆舟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凛冬号目标母舰核心，瞬移。金色的光芒穿透大气层，出现在母舰内部。零质量电磁炮全功率发射，无数炮弹贯穿每一个角落，从内部撕裂的爆炸让母舰化作漫天流星雨。那一天，北极夜空下起了最壮观的流星雨。下一集，极光审判。地球虽冷，但人类的血永远是热的。我们赢了。你爸会为你骄傲的。不是为我爸，是为所有还活着的人。那些外星人还会来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更强。不管谁来，凛冬号都在。母舰的碎片如同烟花般划过夜空，凛冬号矗立在冰原上，金色光芒缓缓收敛。陆舟点燃一支烟，看着这片他守护的世界。父亲留下的统一场论，张祥前从外星带回的智慧，让人类第一次在星际入侵者面前挺直了脊梁。然而谁也不知道，这一战只是序幕，在更遥远的星空深处，更多的眼睛正凝视着这颗蓝色星球。下一集，新希望。击败外星人后，凛冬号打开了大门，接纳所有幸存者。然而人心深处的嫉妒，比任何敌人都危险。凛冬号核心能量出现过载，出现能源危机，多个系统模块无法使用，只能维持基本的保温和种植功能。外星母舰在宇宙中定位到凛冬号，凛冬号检测到外星母舰的来临，耗尽最后的能源进行预警。凛冬号周边冰原，数万幸存者围聚在凛冬号能量护盾内，老人裹紧衣物，孩子蜷缩在大人怀中，幸存者们抬头望向天空，神色惶恐。
凛冬号通体蓝光展开护盾，抵御百年特暴雪。天空中数道外星战舰虚影在云层中闪烁。天怎么越来越暗了？那些东西还在盯着我吗？宇宙视角，数艘外星棱形战舰悬浮在地球轨道，镜头切至北极冰原深处。外星冰封基地突然发射脉冲，直冲凛冬号方向。锁定0号核心，发射脉冲，准备回收。凛冬号驾驶舱屏幕突然爆闪，冰蓝色脉冲波纹扫过屏幕，系统自动捕捉脉冲源。0号核心在控制台自主悬浮，蓝光暴涨，屏幕快速定位出外星冰封基地5层通道地图，红屏倒计时弹出。120分钟后，星球冰层坍塌，全员覆灭。检测到外星对冲脉冲，已反定位脉冲源，外星冰封基地，星球地质崩溃。120分钟后，全员覆灭。需0号核心解锁跃迁舱。所有人听着，脉冲帮我们定了基地位置，那是唯一生路。老韩、陈野、路遥、苏秦跟我走，每层留人断后，必须带幸存者冲过去。凛冬号舱门打开，陆舟、老韩、陈野、路遥、苏秦穿防寒服冲出，身后幸存者队伍紧随，5人手腕被0号核心印上蓝光印记。外星冰封基地黑茧轮廓在暴雪后若隐若现。记住，倒计时一到星球必塌，别恋战，护好幸存者。暴雪封天，外星环4一道脉冲定生路，人类的最后突围从此刻开始。基地一层钢铁通道，暴雪从入口灌进，老韩率先带队冲入，幸存者队伍跟在后方。刚走10米，岩壁突然炸裂，铁金狂吸破土而出，堵死通道，众人惊退。手腕印记倒计时90分钟。卧槽，什么东西都往后退！铁金狂吸低头用冰晶脚撞向人群，老韩挥合金战刀格挡，被振飞撞墙战刀脱手。陆舟等人上前想接应，老韩嘶吼着摆手：“老韩退回来！退个屁！通道就一条，我不拦着，你们全被堵死！快带幸存者往前走，别让老子白死！”老韩摸腰间凛冬号高能炸药，缠在胸口，捡起战刀绑在手臂。他眼神决绝看向陆舟和幸存者队伍，铁金狂吸再次冲来。陆舟守住幸存者90分钟，别耽误，下辈子还做凛冬号的兄弟。老韩嘶吼着冲向铁金狂吸，纵身抱住其头部，将炸药按在冰晶脚根部。铁金狂吸疯狂挣扎，锯齿尾刺穿老韩腹部，炸！给老子炸碎！炸药爆炸，红光吞噬通道，铁金狂吸，金甲炸裂，老韩手腕印记熄灭。陆舟在2层通道口听到爆炸声，拳头攥紧，眼眶泛红。幸存者们低头默哀1秒后继续前行。钢铁巨兽突袭，老兵以身为盾，血肉之躯堵死死亡通道，为幸存者劈开生路。下一集冰雾噬魂，陈野断臂，濒死阻截。基地2层冰雾通道，冰面结薄冰。陆舟带队快速前行，幸存者队伍紧随。陈野殿后护着老弱幸存者，手腕印记倒计时60分钟里，冰面突然翻涌，冰雾暴涨，引冰辽从冰雾中窜出，数道冰爪抓向幸存者队伍后背。小心身后，都往前面走。陈野回开枪射向冰雾，却穿体而过，引冰辽凝巨型冰爪抓向一名孩童幸存者。陈野飞身挡在孩童身前，左臂硬生生接下冰爪，瞬间被极寒冰封，冰纹蔓延至肩膀。陈野惨叫道：“啊，好冷！”陈野，你快让开！别废话，我断后，你们护好幸存者往前走。60分钟，别让老韩白死。引冰辽连续从冰雾中窜出攻击，陈野左臂冰封无法动弹，只能用右臂勉强抵挡，被逼至通道中央。引冰辽再次凝聚型冰爪劈向陈野左臂，来啊，砸碎！想碰幸存者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陈野强忍剧痛，右臂蓝光暴涨，锁定引冰辽眉，新冰蓝金河。老子费一只手也要拦着你。陈野纵身跃起，右臂全力砸向金河，冰雾瞬间炸开，陈野被冲击波震飞，重重摔在冰面，口吐鲜血，意识模糊，身体逐渐冻僵，堪堪堵住通道口。陆舟回头看了一眼，咬牙带着幸存者继续前行。冰雾噬魂，他用断臂换时间，濒死的身躯成了幸存者前行的最后屏障。下一集虫巢吞能说，路遥市民揣身开道，未知怪兽食能幽虫，通体漆黑如丝，从3层能量通道的能量柱中突然涌出，成群结队吞能量剧团成虫巢，遇强能量则散堵路行。基地3层能量通道，蓝光能量柱林立，陆舟带队快速前行。幸存者队伍疲惫却不敢停歇，手腕印记倒计时30分钟。刚走到通道中央，所有能量柱突然闪烁，漆黑的食能幽虫从柱体中疯狂涌出，瞬间铺满地面，堵死前后通道。护盾蓝光因能量被吞，开始忽明忽暗。不好，这些虫子在吞能量，护盾要撑不住了。幸存者们慌作一团，怎么办？我们被堵死了！虫巢快速涌来，路遥拿出电磁干扰器，启动后紫色电流扫过，虫巢暂时后退，可干扰器能量被虫群快速吞噬，几秒后冒烟报废。路遥看着手腕印记，又看向被护在中间的幸存者，眼神坚定。通道就一条，我来开道，你们往前走。30分钟，必须带着幸存者赶到跃迁舱。
路遥将手腕0号核心印记按在通道总控装置上，自身能量被装置强行吸收，双目血丝快速蔓延，逐渐失去光泽，装置蓝光暴涨。凛冬号能量借我一用，哪怕失去光明，也要护着大家走。总控装置发出金色冲击波，横扫通道，时能幽虫域强能量瞬间化为灰烬，踉跄倒地，摸索着抓住通道栏杆。陆舟示意2名年轻幸存者扶着路遥继续带队前行。别管我，快带大家走，倒计时不多了。我扶着你，我们一起走，不能丢下你。虫巢吞能堵路，技术者以眼换光，黑暗降临在他眼中，却为幸存者点亮了生路。下一级寄生突袭，苏秦剧毒，拼死护行。基地4层寄生通道，昏暗狭窄，众人搀扶着路遥护着濒死的陈野。幸存者队伍挤在通道中快速前行。手腕印记倒计时10分钟，通道顶部突然裂开，血囊寄生母垂落，漫天粉色触须瞬间扫来，数根触须缠向1名年轻幸存者，瞬间被寄生赤红嘶吼。快躲开，是寄生怪！大家捂住口鼻，别被触须碰到。苏秦拿出所有解寄生药剂，扔向触须，药剂炸开，绿色雾气触须被腐蚀回缩。苏秦护在路遥、陈野和老弱幸存者身前，寄生母被激怒，甩出数根隐藏的黑色剧毒触须，直刺苏秦。苏秦，小心！苏秦用手术刀砍断数根触须，却被1根剧毒触须抓伤右肩，黑色毒液顺着伤口快速蔓延，瞬间覆盖整条右臂，经脉凸起发黑。苏秦手臂剧痛发麻，手术刀脱手。毒液在扩散。陆舟冲上前，用蓝光拳头砸向寄生母囊心，寄生母吃痛，触须疯狂摆动。苏秦强忍剧毒剧痛，将最后1瓶高浓度解寄生药剂砸向囊心，囊心瞬间炸裂，被寄生的幸存者恢复意识，踉跄站起。苏秦撑住，还有10分钟，带着幸存者冲。我还能走，快！寄生母化为脓水，触须枯萎脱落。苏秦毒液蔓延至胸口，咳黑血瘫倒。所有人护着幸存者队伍冲向5层核心区，手腕印记倒计时5分钟，通道后方传来冰层坍塌声。众人冲进5层核心区，看到星际跃迁舱发出蓝光，幸存者们眼中露出希望。身后通道坍塌声越来越近，残躯中底生路，幸存者的希望就在眼前。基地5层核心区，星际跃迁舱蓝光闪烁，巨大的舱门打开，手腕印记倒计时1分钟，星球坍塌声越来越近，通道碎石不断掉落。陆舟将0号核心按入跃迁舱控制台，屏幕亮起，跃迁坐标锁定宇宙深处的蓝色新星球。陆舟示意幸存者队伍先进入舱内。0号核心激活跃迁，幸存者先进舱，快！陆舟却转身走向舱门，准备关闭。舱内众人拍打车窗哭喊：“陆舟，你进来，快！哥，别丢下我们！船长，一起走！陆舟，快进来！”陆舟回头看向舱内的众人和幸存者，微笑着摇头。手腕印记熄灭，屏幕倒计时10秒，他将舱门彻底关闭。他按下跃迁启动键，目光望向凛冬号的方向。我是凛冬号船长，要守着他到最后。你们活下去，带着所有幸存者，在新星球重建人类文明。记住，凛冬号的精神永远在。跃迁舱蓝光暴涨，冲破基地顶部，拖着金色尾焰飞向宇宙深处，目标是蓝色新星球。基地随星球一起坍塌，北极冰原上的凛冬号发出最后1道蓝光，包裹住坍塌的冰川。凛冬号随星球一起覆灭，宇宙中观望的外星战舰见跃迁舱逃离，战舰发出一声电子嗡鸣后撤离。跃迁舱穿过星云，缓缓降落在蓝色新星球的平原上。舱门打开，苏秦、路遥、陈野被幸存者搀扶着走出，脚下是翠绿的草地，远处有茂密的树林和清澈的小溪。阳光洒落，微风拂过，没有暴雪，没有怪兽，手腕残留的蓝光印记微微闪烁。幸存者们走出舱门，3人相互搀扶，站在幸存者队伍前方，望向远方的树林。陆舟，我们做到了，幸存者都活下来了。哥，你看，新的世界，新的希望。我们会带着凛冬号的精神，好好活下去。镜头拉远，新星球的平原上，幸存者们开始搭建简易的营地。炊烟缓缓升起，远处的树林中几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，阳光洒在营地和3人身上，画面定格在飘扬的简易旗帜上，旗帜上画着凛冬号的冰冷 logo。凛冬燃尽，星河起航，以生命护文明，以残躯换新生。蓝色新星球上炊烟升起，希望发芽，人类的文明终将延续。凛冬号的精神永远在，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